关于太浩湖滑雪，有个都市传说，如果你不知道，不要轻易上山。我相信所有人都很想去太浩湖玩，但是呢，太浩湖其实有很多的坑，你有可能困在车子12个小时。所以今天我要总结所有你可能可以用的工具，让大家可以在最短时间回到家，在最快时间可以滑最多的雪。今天我们就好好来分享吧。我会分成3个部分来分析，第一个是天气预测，第2个是路况查询，第3个是判断逻辑，最后我会实际操作来判断今天适合出门滑雪吗？或是说必须提早下山。第一个是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， 它是全美国天气预报，可以预测7天的天气，所以你可以周一的时候去预判说要不要订周末的饭店，就非常的方便。当天也可以看到下1个小时的天气预况，所以知道到底要不要提早下山。第2个是 Open Snow， 它是针对滑雪场做的天气预报 APP， 是需要收费的，但非常好用，它会根据雪量去分析。那我们待会再实际操作给大家看看。第2个是路况查询，就要好好来介绍加州强大的 Caltrain 系统啦。听完介绍后，你会觉得加州的税有好好利用。Caltrain 有自己的网站，另外它有自己的 APP 叫 Quick Map， 在 Twitter 上也会有及时宣布最重要的消息，一定要 follow 他们的 Twitter。然后最神奇的事情是它的 CCTV 可以直接看到每一个路口的摄像头的即时影像哦。我们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去判断吧，不然的话空有这一身武器，不知道怎么用，还是一筹莫展啊。第一个要观察下雪量，过去没有滑雪的时候看的可能是温度啊，晴朗吗？有没有风啊？滑雪的话要看就是下雪量，因为这个雪量呢可以影响到整个路况，是非常直接的相关哦。举个例子来说吧，如果它下雪量已经到达了每小时 0.5 英寸，那就代表说它有可能在柏油路上有一层薄薄的雪了，那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打滑，造成车祸，造成堵塞。那如果每小时超过1英寸的话，那基本上滑雪车就没有办法再来回的清理了，那它出车祸的可能性又更高了。第2个就是不要轻易的相信导航系统。 Google Map 跟 Apple Map 他们其实没有收到最新的路况资讯，所以啊，在大雪天的时候你就走大路吧，只有大路它的铲雪车才会铲得最干净，它出事故的可能性也会最低。如果是在那些山间小路，你以为可以更近，结果 no， 它是满山满谷的雪，你根本走不出来。第3个要查询山区的最高点状况。我们都知道雪山一定是越高越冷嘛，越高天气状况越难预测，变化越大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明明只是要去半山腰，拜托也查一下山顶的状况，因为它可能是下1秒钟，不要啦那么夸张，下1个小时半山腰的状况。再来呢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谈，就是呢，一定收到明确的封路消息再换路。我们过去听到那种12小时、14小时的车程的，大部分都是因为临时换了路，一开始走50号公路，后来又转了80号公路，或是倒过来，一开始走80号公路，后来又转到50号公路。那80号公路跟50号公路，它其实中间是有一个环湖公路线的。那这个调换2个公路之间，它也会有风险存在，你的天气的状况也有可能时时在变化。所以啊，千万不要你开着80堵了，然后听到朋友在50过着可开心顺的人，你就心痒痒转到50，结果殊不知当你到50的时候又有新的事故发生了。所以啊，千万不要轻易换路哦。这个就是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的网站啦，
我们先用50号公路上最高的雪场 Sierra at Tahoe 来看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资讯。看一下这个地图，它就在50号公路的最高点哦。接着我们来看80号公路的最高点 Tahoe Donut 的状况怎么样。看到这里资讯也是很多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Tahoe Donut就是80号的最高点哦。接着我来跟大家介绍 Open Snow 啦，也是用 Sierra at Tahoe 来做一个例子，可以看到资讯量非常的高哦。有看到今天的下雪量已经到16寸了，真的是非常的可怕。那现在的天气状况，这里也有实时的相机可以给你看，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啦。大家可以拼一个4个人40块。然后可以看到每一天，然后它可以预计到3月9号，它都可以预计到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。那我们再看一下Tahoe Donut吧，也是资讯量非常的丰富，可以看到这2天真的雪量非常的大，大家还是没事不要上山啊，看这个影片都还挺吓人的。接着我们来看 Caltrain 的 Quick Map 吗？ Quick Map 它最棒的事情是它是实时更新的，所以你堵在路上的时候，你可以随时点开来看，你就看这个地方路口已经被堵住了，就赶快撤。接着我们来介绍我觉得最酷的 Caltrain CCTV Map， 一样以太浩湖为中心，我们点开一个摄像头，就可以看到当下的路况咯，是实时的哦，实时当下的路况哦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酷的了。还记得我刚刚说要 follow Caltrain 的 Twitter 吗？这个 Twitter 它的讯息可是非常的直接，也非常的明确。像这个，它就摆明了公路80不可能再空了，所以这时候你真的可以转头离开，或是再回酒店，或是不要上山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跟你讲，今天晚上你是不可能等到开的了。那在这个消息还没来之前，你就再等一等吧，说不定你心痒痒转到另外一条路，它可能瞬间下个5分钟，它就说通了。所以一定要看到明确的讯息，去确保这条路不通，你才去做下一个决定哦。如果真的堵12小时怎么办？关于太浩湖滑雪都市传说是真的，开车超过12小时就会回到20岁，夜冲 K 歌狂欢 All Night Yeah。突然好想你，突然锋利的回忆。你要我说了难看，我根本不想分。是热血的大学生解答每一个摇下车窗询问的同路人。然后就把自己搞迷路了，找不到我们自己的车。这一台吗？现在有人出来了是吗？晚上视线真的好差啊！这个人疯了。走了好久，我们的车链我不知道老婆，你在哪里？赶快回来！我找不到你，怎么办？